兄弟，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！你的人生还有大把年华，想想你的媳妇儿。我媳妇儿跟人跑了，那你想想你的朋友，你的兄弟，你死了，你兄弟得多伤心啊！兄弟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你的老婆是我的，就是跟我兄弟跑的。兄弟，你再想想你的孩子，你难道想让这么小的孩子失去父亲吗？其实你的女儿是我们俩的孩子，孩子是他俩的。兄弟，一路好走。古代分子系统绑定成功，系统将提供10万元大夏币为采购资金，并且向宿主开放无限仓库。李大，你以为装糊涂就能躲过一劫了？这是大牛村最后一次集体选媳妇儿，全村就只剩你一个单身汉了。你要是再不选，那就只能把你关进大牢了。啊？不是吧？刚穿越就被逼着娶老婆？我重生到了一个名为天朝的时代。天朝因为常年战乱，民不聊生，人口损失惨重。为了解决人口问题，天朝皇帝下了圣旨，只要年满18没有成婚，男人会被关大牢，女人会被发卖成奴隶。现在还有3个，赶紧选，不然就跟我去坐牢。我去，这么漂亮的仨美女，都是1等1的极品啊，竟然没人要。难道这个时代的审美是越丑越吃伤？这3个女人，一个是费劳，一个克夫，还有一个家里刚被满门抄斩，选哪个都得倒大霉。就是，这3个女人虽然长得漂亮，但一看就是不能种地干活的主，娶回家也是花瓶，是累赘。还是我家虎子选的女人好啊，胯大，一看就能生儿子。难怪这3个漂亮女人没人选了，除了各有缺陷外，都并不具备下地干活的能力。这种女人娶回家，除了多张吃饭的嘴，什么也干不了。快点儿，想好了吗？选哪个？先生，我叫江玉，我会洗衣服，就会做饭。我虽然力气小，干不动重活，可我会慢慢做，不偷懒的。他们说我有肺痨是累赘，可我会好好吃药养病。您要是选我，我天天给您烧热水叠被子，只求您别让我被卖去外邦，我怕。我叫苏青，上一个丈夫是进山自己摔死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叫林婉，以前是知府家的小姐，我识文断字，能看懂官府文书，还会记账。你要是选我，我能帮你算收成、看文书，还能教你认字。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我跟着你饿肚子。我以前顿顿有肉吃，现在少吃点也行，但不能没饭。林大小姐还摆架子呢，都家破人亡了，还想着顿顿有肉。哼，苏青，你别装了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克死李大？江玉还是算了吧，肺痨病会传染，别把李大也传染了。选谁呢？苏青，一看就很危险，手上有练武的老茧，说不定上一任丈夫是被她干掉的。林婉太傲娇，我可不想成天伺候大小姐。江玉虽然有肺痨，但我有药啊，治好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关键是她听话懂事儿。古代崛起系统发布任务，选择江玉、苏青、林婉3人当宿主老婆，奖励强健体魄升级券1张，使用后可以改造宿主身体，让宿主身体素质达到健将级别。这奖励不错啊。官爷，这3个女人我都要了。李大，你疯了！3个，你知道你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吗？江玉是肺痨，得买药养着；林婉是大小姐，顿顿要吃肉；苏青克死过男人，你不怕晚上被他克没了？就是啊，李大这是自寻死路，1分税都快交不起了，还敢要3个，怕是想女人想疯了，忘了自己昨天还在村口讨馒头呢。李大，你确定3个都要选走？3个都选走的话，你就得多交3份税，再加上你自己的就是4份税，每个人1年要交1两银子的税，4个人就是4两。你若是逾期不娶媳妇儿，也就是蹲几天大牢的事儿。但若是这税交不上，下场是什么？你清楚吗？
这3张契书，一张是婚契，另外2张是妾契，你好好选一下，让谁给你当正妻？我当小妾就好，我身子不好，当正房也帮不上您什么忙，只要能有口饭吃，能跟着您治病，不当正房没关系的。随便。我要当正房，我以前是知府家的大小姐，爹在世时，我管过府里上百号人，这正房除了我，谁还能当？哟，都家破人亡了，还端着大小姐架子呢。李大，你可别信他，他连锅都不会刷，当正房还不得把你家霍霍空了？林婉的话有道理，他毕竟识字，也管过上百号人，再加上他毕竟是曾经的知府家大小姐。论身份，论能力，都应该他当正房。古代崛起系统发布任务，请从江玉、苏青、林婉3人中选择1人当正房，不同的选择会得到不同的奖励。选择江玉当正房，得到满级打猎经验；选择苏青当正房，睡1个小时等于睡2个小时；选择林婉当正房，得到满级算术经验。3个选择貌似都不错啊，可如果拥有了满级打猎经验，便可以去山林里打猎，靠卖猎物换取银两，赚取初期起步资金。我选江玉当我的正房。先生，您没说错吧？我是费劳，当不了正房的。凭什么？李大，你是不是傻？他是个费劳鬼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当正房？我是知府家大小姐，我会管家，会记账，我才该当正房。我选谁当正房，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你要觉得委屈，现在就可以走。你走了，正好回去等着被卖到外邦当奴隶，看看那边的人会不会把你当大小姐供着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闹了，不当正干也可以。李大这小子运气不错，白得了3个如花似玉的美人。虎哥，今晚要不要去尝尝滋味？就是，他李大一个破落户，哪有资格同时拥有3个绝世美女？他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好，今晚咱们就去他家，替他当新郎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觉醒了系统，还有无限仓库的物资，还能养活不了3个老婆。你们说李大会给我们准备什么食物？是红烧肉，还是水煮鱼？他家里穷的连一张椅子都没有，还想吃肉，有碗杂粮粥喝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我娘说过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要不是李大选了我，我就要被卖到外邦当奴隶了。所以我感激李大，哪怕是跟着李大吃树皮，我也愿意。还真是一个傻女人。唉。哇，好香啊！这是什么？啊！时间还没到，再等1分钟。既然夫君选了我当正妻，那我就要替夫君管理好这个家。我来立一下规矩，从今天开始，吃饭的时候，夫君若是不动筷，谁也不许动筷，听懂了吗？知道了。事儿真多。古代崛起系统发布任务，将江玉、林婉、苏青3人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100%，奖励现代顶级 UFC 拳击手经验。这个奖励好啊！现代 UFC 拳击手，近战那是无敌般的存在啊！看来得重点提升林婉对我的好感度啊！好了，开吃吧。这里面是牛肉，我长这么大，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吃过。快吃吧，一会儿面就坨了。这是我1年来吃的最饱的一次，这面太香了。江玉好感值40%，苏青好感值20%，林婉好感值10%。才1碗泡面就涨了这么多好感度，看来完成任务不难。
别急，我去给你拿药，吃了就能好。夫君，这肺痨是治不好的。我能在临死前嫁给夫君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。若是有来世，江玉还愿嫁给夫君为妻为妻。开什么玩笑？你是我婆娘，我怎么会让你死？这是专门治肺痨的药，一天吃2次，一次1片，用温水送服。这药真的有用。夫君，我胸口不闷了，也不觉得疼了。我以前吃草药从来没有这么见效果。这瓶能吃半个月，吃完我再给你拿，连着吃1个月，你的肺痨就能彻底好透。谢谢夫君，谢谢您不嫌弃我是个病秧子，还愿意给我治病。我以后一定好好伺候您，好好管家，绝不让您失望。江玉的好感度80%，江玉好感度达标，距离完成任务还差苏青40%，林婉30%，好感度达标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搞定了江玉，剩下2个就好办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什么都不会做，万一被夫君嫌弃怎么办？对了，我去暖被窝。同时照顾3个老婆，要是没有一副强健体魄，那怎么能行呢？系统使用强健体魄升级券。强健体魄升级券已激活，身体改造开始。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这才是男人该有的身体。今晚我要单挑3个。你们要是过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小娘子长得真是漂亮啊，跟了李大那个废物真是可惜了。来，让虎哥我好好爽一爽，虎哥爽完了还能给你几个铜钱。这是李家，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可就要报官了。报官？县城距离这里50里远，你报去吧。等你报官回来，这2个小娘子早就被我们吃干抹净了。虎哥，我看上这个官宦家的小姐了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官家的女儿呢。不行，这3个我都看上了。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，连我李大的老婆都想动。夫君，这群坏人想来非礼我们。李大，拿根破棍子吓唬谁呢？我劝你还是假装没看到，否则我们哥几个手里的木棍打到你的身上可是很疼的。我手里的螺纹钢砸在人的身上，骨头可是不断的。螺纹钢？那是什么狗屁玩意儿？听都没听说过。李大，我说过，我看上了你的老婆，你马上给我滚蛋，否则老子打断你的狗腿！系统发布任务：教训王虎，奖励忠诚卡1张。忠诚卡使用之后，可将任意一人对宿主的忠诚度拉到满级。好东西，看来这王虎，我今天是非得教训一顿不可了。来，今天老子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螺纹钢的厉害。这怎么可能？就这点本事？夫君好样的，把他们全都打趴下，我给你暖被窝。没想到李大的身手竟然这么好，还如此能打。大傻，上，把他给我摁住！我把那3女人送你当媳妇儿。媳妇儿，我要媳妇儿！我去，这大傻也太生猛了啊！我这强化过的身体竟然不是他对手。好东西啊！小子，不就是仗着这根铁棍才如此嚣张吗？这下没了铁棍，我看你如何嚣张！大傻，给我上！
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，打赢他，晚上剩饭管够。怎么才能干掉大傻呢？复合攻克长刀？不行，我还不想这么快展示那些现代武器。看来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等一下，大傻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这条五花肉就是你的。你这是从哪儿掏出来的？我听你的话，听你的话。大傻，你别犯糊涂，给我把这小子拿下。回去之后，我给你10斤五花肉。大傻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你想想，王虎平时不就是给你吃些剩饭吗？哼，他连一块正经肉都没给你吃过，还敢说10斤？我这肉现在就给你，只要你听我的，以后想吃肉，我还能给你。大傻，你疯了！我可是给你饭吃的人，你敢帮他？不准抢我的肉！我李大的东西也是你能拿的。今天老子不砸断你一条腿，老子就不姓李。你敢？李大，我警告你，我舅舅可是在县衙当差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杀你全家！我一个穿越者，还能让你欺负了？我去你妈的县衙！这就是你觊觎我老婆的下场，滚！完成任务，忠诚卡已经放到随身仓库。夫君，你太厉害了！是啊，夫君，你不光会治病，还这么能打。这有什么的？你们夫君我身上会的东西多着呢。大傻，你愿不愿意住在我家？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家空房子很多，你随便挑一间。以后你也不要出去干活了，就来我家当护院，我给你钱。钱？大傻只想吃饱饭。好，那我以后让你顿顿吃饱，好不好？大傻虽然傻，但是心眼不坏，他能感觉得出来谁对他好，谁在利用他。只要真心待他，大傻是绝对不会背叛的。走，带你回家。快吃吧，不够再添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，有饭一起吃。好吃，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。以后跟着我，天天有肉吃。夫君，今晚玉儿陪你睡。夫君，今日您救了玉儿，又为这个家赶走恶人，玉儿心里感激，不知如何报答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护着你是应该的，说什么报答？那夫君可愿让玉儿为您揉揉肩？您今日动手，定然累了。也好。手艺不错。以前玉儿常为娘亲揉按。夫君，玉儿如今病快好了，也能真正做您的妻子了。玉儿，你我已是夫妻，来日方长，我要你养好身子，长长久久的陪着我。玉儿一定好好听话吃药，一辈子伺候夫君。不是伺候，是相伴。你是我正妻，以后这个家还要靠你帮我打理的。今晚就在这儿睡吧，我抱着你，暖和。怎么没动静了？江玉姐姐不会真的非礼勿视？我就是好奇嘛。苏青姐，你说夫君会不会偏心，只疼江玉一个？夫君不是那样的人。今日他分肉护家，对谁都公正。也是。那他什么时候才来公正的看看我呀？我识字会算账，不比只会揉肩的强吗？回去睡，明日早起
把院子扫了。哼，你怎么也跟江玉似的管我？朝廷3令5声，禁止民间私存弓箭，如有发现，按谋反罪论处。没有了弓箭，你如何能打到猎物？放心好了，夫君我自有妙计。大傻，好好看家，保护好你的3个嫂子，好好干。明年哥给你娶一个好老婆。太好了，明年我就有媳妇儿了。有无人机就是不一样，连找猎物都省事儿。不错，第1只就这么顺利，这在村里能换不少铜板，足够一家人吃2顿肉。好家伙，是头野猪！这玩意儿在古代可是硬通货，野猪皮能做铠甲内衬，野猪肉能卖高价，300斤的野猪，光肉就能卖上百文，够抵小半份税银了。胡哥，咱们被李大那王八蛋欺负成这熊样，咱们一定得报仇啊！就是，在村里，从来只有咱们欺负别人，什么时候被人欺负过？放心，我已经派人通知表哥了，我一定要让李大这王八蛋付出代价。夫君怎么还不回来？夫君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一直在担心你遇到野猪、毒蛇，还好没事儿。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回来了？这是兔子，这么多，还有野鸡啊，野猪，这么大的野猪，起码得有300斤。这么大的野猪，我只听说过，他们说野猪能撞断树，没人敢惹。你怎么打下来的？那是因为你夫君我有本事。这么多肉，能吃好久吧？炖着吃，烤着吃，都好吃。别愣着了，留一半家里吃，剩下的都装车，咱们进城卖钱。古代崛起系统发布任务，赚取1000铜币，奖励10名勇猛忠诚的武夫，对宿主绝对忠诚，并且拥有超越常人的武力值，并且饭量极小。这奖励好啊，又忠诚又能打，吃的还少。有他们在，我就能在大牛村横着走了。新鲜的野味嘞，刚从枪打下来的野鸡、野兔，还有肥得流油的野猪肉，价格公道，先到先得。小伙子，这野鸡怎么卖？看着倒是新鲜，别是昨天的陈货吧？您放心，这都是今早上刚从山里带下来的，还热乎着呢。您看这分量，至少3斤重，10文钱1只，绝对值。给我来2只，回去炖个鸡汤，补补身子。野兔怎么卖？我家小子馋肉了，想买只回去烤着吃。野兔也是10文1只，您看这皮毛多顺，肉肯定嫩，好吃，肉多。小伙子，你刚才喊的野猪肉呢？在哪儿？我饭馆正好缺肉，要是好，我全要了。老板您看，这野猪肉我留了100斤自己吃，剩下200斤，您要是全要，我算您9文1斤，怎么样？好肉，肥瘦正好，炖着炒着都合适。200斤，9文1斤，算下来1800文，我给你现钱。任务完成，成功赚取2090铜币，奖励10名勇猛忠诚的武夫，发放至随身仓库，可随时召唤。2300文，那就是2两银子多。寻常百姓的月收入也只不过是200-300文，我只用了1天，便赚到了2300文，足足是普通百姓1年的收入还要多。让开，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衙门办案，无关人等都闪开！谁让你在这里摆摊的？交摆摊税了吗？摆摊也要交费？没错，每卖出去10文钱，就要交3文钱给衙门，这是规矩。听说你小子卖了不少啊？没卖多少，就卖了200-300文。他说谎，他足足卖了2000多文，我刚才在对面可都亲眼看到了。陈捕头，这小子最低卖了2000文，你应该按照600文收他税款。我也没得罪他呀，为何要如此针对我？这小子是看我卖肉快，影响他生意，所以眼红了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好吧，
我确实卖了2500。既然官爷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交600文的税钱。陈捕头，我要举报，有人私存弓箭。什么？是谁这么大胆子？就是他。无凭无据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。这是我差人在你摊位上买的野鸡。陈捕头，你看看，这野鸡分明是被箭矢射杀的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有了私藏弓箭这个罪名，便可以把他抓进大牢之中。到时候钱不仅是我的，还能再借此敲诈他一笔。好啊，人证物证皆在，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抓进大牢之中！别动我大哥，动我大哥，先打爆我！回来大傻，没关系，咱们跟他们走一趟，不会有事儿的。陈捕头，既然您说我私藏弓箭，那我愿意跟您回去调查。我是清白的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跟我走吧。磨磨唧唧干什么？快走！你叫陈天是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确实私藏了弓箭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我离开。要是不识相的话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说识相？老子是朝廷的人，管的是这地界的治安。你私藏弓箭就是谋逆大罪，抓你是天经地义，你还敢威胁我？就是，敢跟陈捕哥叫板，你小子活腻歪了。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跟官差作对的下场。我告诉你，进了衙门的大牢，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求饶。到时候你那点银子，还有你家里的女人，都得……你们是什么人？陈捕头，刚才你说要让我求饶，还要动我的人，现在你再说说看。大哥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刚才是我嘴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们一马。我家主子还没让你走呢。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税银我还给您，求您放过我吧。就这么点儿？我记得我刚刚明明给了你6000文啊！快，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孝敬大哥！想走也可以，每人扇自己100个耳光，扇到我满意为止。100个？凭什么让我们扇自己？我们是官差，你这是以下犯上！我家主子说的话就是规矩。敢不服，断的就不是胳膊了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好了，带着你的人滚吧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一转头你就不见了。别担心。我已经全部解决了。那他们以后万一找我们的麻烦怎么办？他知道咱们住哪里吗？好像不知道。这不就对了？他怎么知道咱们是大牛村的？想找咱们的麻烦，他还找不到咱们呢。古代可没有监控，整个县城的人都不认识我，就算打了他陈天又怎么样？报复我有系统傍身，我还能怕你一个小小的捕头？救命啊！我去，这样吗？绝世美女啊！壮士救我，求您救救我！他们要杀我，我是刘府的刘美玉，只要您救我，刘府定有重谢。无关人都滚开，交出刘家女，饶你们不死。说实话，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是没办法，系统给的奖励太丰厚了啊！这个女人我保了，你们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滚蛋！你这是在找死！你们手里的棍有我们手中的刀锋利吗？到底谁厉害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兵器？天啊！
这帮人好厉害啊！我错了，饶命，再也不敢了。还敢说我们的棍不如你的刀？现在知道谁厉害了？不敢了，您的棍厉害，饶了我吧。行了，别打了，留几个活口问话。你们真是好大的狗胆，连本千金都敢刺杀，我看你们真是活腻了。保护小姐，保护小姐！刘管家住手！这几位是救了我的恩人，不得无礼。多谢诸位壮士出手相救，把这些杀手给我抓起来，带回刘府严加审问。这刘美玉看起来不简单啊！天朝是禁止百姓私藏兵器的，但是刘家的护卫却个个手持长刀。这刘家显然是有背景、有势力的大家族。你救了我，那你就是我的恩人了。恩人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可以提，不管是要钱还是要官位，我能满足的都可以满足你。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能出钱也就算了，要官位也能给。那我要是想当县令呢？那简单，只要我给我爹打声招呼，过几天你就可以上任当官。别，我开玩笑的。我文盲一个，不适合当官。这要是当官了，我怎么造反啊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敢问刘千金，你们刘家有多少人啊？不多，也就100多人吧。护院40多人，丫鬟、厨师、管家等杂七杂八也有70、80人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我不要钱，也不要官。我们这些人都是猎户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以后把我们打来的猎物全都卖给刘家，你看行吗？你就这点要求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有多少肉，我就收多少肉。每1斤肉按照20文算吧，不管是兔子肉还是野猪肉，都按照20文。真的有多少收多少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家里还养着一支军队，就你送来的那点肉还不够军队塞牙缝呢。这是我刘家令牌，拿着这块令牌便可以自由进出我刘家，以后遇到什么麻烦，尽管可以来找我刘美玉。系统发布任务，选择不同的老婆就寝，获得不同的奖励。选择和苏青就寝，获得10名铁匠，铁匠对宿主绝对忠诚，拥有超强的锻造技艺。选择和林婉就寝，获得10名才子，才子饱读经书，拥有超强的记忆力，对宿主绝对忠诚。选择和江玉就寝，获得超级西瓜良田和1名绝对忠诚的果农。超级西瓜良田每天都可以结出又甜又大无籽西瓜，不受天气影响，不受干旱影响。10名铁匠确实诱人，但眼下李家最缺的不是锻造能力。10名才子饱读经书，可短期内根本用不上这些文绉绉的人才，反而还得管他们吃饭，有点浪费。现在打猎靠山林资源，万一哪天猎物少了，收入就断了。可西瓜不一样，每天都有产出，又甜又大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个时代没有西瓜呀。这可是稀罕水果，物以稀为贵，卖100文一个，不贵吧？就选江玉吧，一举两得。夫君，您怎么来了？看你身体刚好，想过来看看你。夫君不用特意陪我，我是大老婆，大老婆就应该知书达理。你还是去苏青姐姐或者林婉姐姐的房间吧，她们应该还在房间里等着你呢。我最后就好。今晚我陪你睡，也好照顾你。万一晚上咳嗽了，我还能给你递水。好，都听夫君的。夫君又在宠爱玉姐姐了，难道夫君喜欢胸大的吗？下次我一定要主动。爹爹，若非那位李大师家突然出现，女儿恐怕就见不到您了。玉儿，莫怕，既已平安归来，便是万幸。好了，今日你也受了惊吓，早些回房歇息，是为夫妇自有计较。请先生过来。杀手训练有素，目标明确，直指大小姐。这绝非寻常仇杀或劫掠，看来是有人等不及，想用玉儿的命来试试我刘家的斤两，或者逼我提前亮出底牌。小姐平日深居简出，此次突然遇袭，必是府中或亲近之人泄露消息，既能打击主公心神，亦可试探我刘府反应与实力深浅。他们既已把刀架到我女儿的脖子上，便是撕破了脸。朝廷猜忌，四方虎视眈眈，我们若再步步为营，只怕转眼便是刀俎鱼肉。主公，计划提前，粮草、兵甲，联络各方暗桩之事，必须加快。是，属下即刻去办。
只是今日救下小姐的那伙人，查，仔细的查。这潭水已经搅浑了，多一分变数，便多一分险恶。我刘家绝不能沦为他人棋局上的弃子。天啊，后院怎么变成瓜田了？这些是什么瓜？从来都没见过。我勒个去，这么多西瓜！按照系统的说法，这西瓜一天一熟，明天早上这些西瓜就可以熟。夫君，咱们家出怪事了，一夜间长了这么多奇怪的瓜，这东西能吃吗？这叫西瓜，成熟了之后就会特别甜。这是我早些天撒下的种子，马上就要成熟了。夫君，门外来一个老头，说是您请的果农。老爷好，以后你就负责照顾好这片瓜田，生产出来的西瓜给我搬到库房里去。这么多美味西瓜，要是卖钱的话，至少得20文一个吧？20文，连吃瓜皮的资格都没有，少说得30文。现在兵荒马乱，老百姓饭都吃不起，谁能消费得苦30文一个西瓜呢？这要是卖不出去，总不能烂在肚里吧？放心，销路的问题我早就解决了，绝对不会烂在地里的。我要用这西瓜去收割有钱人。李大，快出来，衙门收税。哟，官爷，几位官爷光临寒舍是想要干什么呢？小子，你是真糊涂啊，还是装糊涂啊？几位大人是来收人头费的。你娶了3个老婆，需要缴纳4两银子的人头税，拿钱来吧。李大呀，李大，你可真是个蠢货，没那金刚钻还敢揽瓷器活，娶3个媳妇儿撑场面，现在知道难受了吧？你那3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我会好好照顾的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大牛村真正的汉子。夫君，他太过分了。王虎，还记得上次我断你腿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？少跟老子提上次，这次有官爷在，你还敢动我？我告诉你，你好日子到头了。你再多说1个字，我不介意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，让你这辈子都只能在地上爬。官爷，你看他还敢威胁我，他肯定交不出税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别废话，要么交钱，要么跟我们回衙门。要是敢反抗，按拒缴黄粮论处，直接上镣铐。谁说我没钱缴税了？税已缴清，我先走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有银子？他之前就是个连饭都快吃不上的穷鬼，这银子肯定是偷的，是抢的。等一下，里面有人，我看到了，那不是本村人。李大，你家里到底藏了什么人？说，是不是通缉犯？没藏人啊，只是来了几个朋友而已。朋友？是本村人吗？有录音吗？不是本村人，也没有录音。官爷，您听见了吧？他自己都承认了，没录指。在咱们天朝，收留没录影的人就是犯法，这叫窝藏不明人士，搞不好那些人是通缉犯。李大呀，李大，你不是挺能耐吗？交得起税银又怎么样？现在犯了法，照样得蹲大牢。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狂！等你进去了，你那3个老婆，嘿嘿，照样没人护着。夫君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李大，律法规定，百姓不得收留无疾无隐之人。你既承认家里有外人，就立刻把人交出来。我们要当场查验身份，若是敢隐瞒或反抗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不是能打吗？现在官爷要抓人，你再哼一个给我看看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把人交出来，一起蹲大牢，要么就乖乖认怂，求官爷开恩。可我看啊，官爷今天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行啊，既然想看，那我就让朋友们出来见见便是。出来吧，别让官爷等急了。这是什么人？官爷，这就是我的朋友们，都是些靠力气吃饭的粗人，没什么坏心思，就是最近路过大牛村，在我家借住几天。
他们常年在外跑，陆颖不小心弄丢了。官爷要是实在不放心，也可以把他们带回衙门查验。只是我这些朋友脾气不太好，要是在衙门里跟人起了冲突，伤了人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不用了，既然是李大的朋友，那肯定没问题。陆颖丢了补办就是，小事一桩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走，我们还有别的开事要办。官爷，不能走啊！他们没录影是犯法的，您不能放他们走啊！少废话，我们办案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再啰嗦，连你一起带回去。王虎，你很威风嘛，带着官府的人来抓我，我看你的另一条腿也不想要了。李大哥，我们不是来帮他的，是王虎这小子说您欠他钱，让我们来帮忙讨个说法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来抓您的。对，我们是被他骗了，他说您交不出税银，肯定要被官爷带走，让我们来看热闹，我们可没想着跟您做走。王虎，上次断你一条腿，我警告过你，别再招惹我，更别打我家人的主意，可你偏不听。不仅勾结衙役来害我，还敢当众侮辱我的妻子！来人！别过来！我舅舅在县衙当差，你们敢动我，我舅舅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今天非要打断你腿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舅舅能拿我怎么样！大胆！我看谁敢动我外甥！住手！好大的胆子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殴打良民，还有王法吗？舅舅救我！这李大要杀了我，他打断了我一条腿，还要打断我另一条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！李大，立刻放下凶器，跪下认罪，否则本官当场将你拿下，治你一个谋逆伤害官亲之罪。官亲？你就是他那在县衙当差的舅舅，来得正好。你外甥王虎3番5次带人骚扰我家，侮辱我妻，今日更是妄图构建于我，我断他一条腿，是给他个教训。现在你来了，我照样要断。你敢？你动他一下试试，本官定让你全家！啊！我的腿，我两条腿都断了！你竟敢！李大，本官与你势不两立！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个狂徒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我是朝廷命官。朝廷命官，好大的威风！你外甥作恶多端时，你在哪里？他带人强闯民宅，侮辱妇女时，你这朝廷命官又在何处？如今我替你管教家人，你倒跑来摆官威了。人我打了，腿我断了，你待如何？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或者再敢对我家人说一句不敬的话，就不是断腿这么简单了。好一个李大！今日之辱，本官记下了。山不转水转，咱们走着瞧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台上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走！友情提示：今天是林婉生日，请宿主做好礼物准备。啊？他的生日？我去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还好来得及，可以借着过生日由头刷一波好感度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今天是你的寿辰，给你带了点好东西，特意给你留的。夫君，你知道我的寿辰？那当然，我可是你的夫君。你看这个，叫连衣裙，穿在身上又轻又舒服，是我从我的老家带过来的，漂亮吗？这是什么布做的？怎么这么软？还有这花边，绣的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个叫棒棒糖，甜的，你尝尝。好甜，这是什么做的呀？以前从来没吃过。这是我那边特有的零食，特意给你留的，没告诉江玉和苏青。知道你以前是知府家的大小姐，肯定喜欢这些精致的东西。
之前忙着收拾家里，没顾上给你带，别生气啊。我没生气，就是觉得夫君好像忘了我。你这么可爱，我怎么会忘？以后有好东西，肯定先想着你。夫君，你真好。检测到林婉对宿主好感度提升至100%，好感度全部达标，顶级拳手经验奖励已发放。体育健将级的身体素质，再加上顶级拳击手的战斗经验，我现在感觉自己强得可怕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尝尝棒棒糖是什么味道的。夫君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尝尝。夫君想尝尝你嘴里的糖是什么味道的。舅舅，我的腿怕是废了。那李大他根本不是人！闭嘴！老子在这地界混了10几年，还没人敢这么踩我的脸。他家里藏着10几个彪形大汉，手里那铁棍能打顶个屁用！县衙的陈捕头是我过命的兄弟，镇上的刘万安刘大人那是我的顶头上司。你是说跟我斗？他李大是在找死，明的不行，咱们就来暗的，税赋、禄饼、私藏兵械，法子多的是。对，舅舅，您可得替我报仇。这口气老子非出不可，你好好养着，看舅舅怎么收拾他。来者何事？刘府门前不得随意逗留摆卖。我是李大，特来拜访府上大小姐，是她让我来的。大小姐吩咐的，可有凭证？此物为证。原来是贵客登门，小老儿眼拙，请稍后，我即刻通禀大小姐。李壮士，真是你来了！李壮士，这些是什么瓜？模样好生奇特，我竟从未见过。此物名叫西瓜，是我家乡那边的特产，今日特地带下来，给刘小姐和府上尝尝鲜。西瓜，这名字倒也贴切，圆滚滚的，当真很甜。比我吃过的任何蜜瓜、甜瓜都要爽口。这真是瓜吗？莫不是鲜果？当然是真的，刘小姐喜欢就好。这西瓜不仅好吃，还能清热解渴，补充水分。喜欢，太喜欢了！你这车上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这一车有100个。好，100个，我全收了。刘管家，按50文一个算给李壮士，不，60文。小姐，100个便是6两银子，这区6两，难道我刘府出不起？李壮士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再者，这西瓜如此美味，值这个价，快去取钱。是。走，别在门口站着了，正好我爹爹今日在府中，我带你去见见他，他早就想当面谢谢你了。爹爹，救我的救命西瓜被恩人来啦！爹爹，您看谁来了？玉儿，怎可对恩公如此无礼，还不松手？爹爹，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李大壮士，前日多亏他出手辅助，他今日还带来了他家特产的一种鲜瓜，叫西瓜，甜极了。哦，果然稀奇。李大壮士，请坐。前日小女遇险，幸得壮士仗义相救，刘某感激不尽。府中俗务缠身，尚未正式登门道谢，反让壮士先来访，失礼了。刘老爷言重了，路见不平，自当相助。今日冒昧来访，一是送些自家产展的瓜果给府上尝鲜，二也是应大小姐之邀。听玉儿说，壮士的手下人手一件神器，可开山断石，威力无穷，能否让老夫看看？他说的神器，该不会是我的螺纹钢吧？刘老爷说的可是子物。大傻，把咱们的烧火棍拿来给刘老爷瞧瞧。此物
便是玉儿口中那可开山断石的神器。爹爹，那日我看李壮士的手下用它，几下就把杀手们的刀都砸断了呢。李壮士，此物不知唤作何名，产自何方？此物名叫螺纹钢，是在下家乡一种特殊的炼钢之法所生，质地坚韧，寻常刀剑难伤其分毫。螺纹钢，好名字！李壮士，此等神物，不知壮士手中还有多少？刘某愿出高价收购，100两银子一根，先买10根。100两一根，这老家伙倒是识货。现代一根普通螺纹钢才多少钱？但这可是古代，这种质量的钢材，绝对是无价之宝。刘老爷，此物炼制极其不易，耗费甚过，100两连本钱都难以收回，实在不便大量出售。200两，一根200两，买10根。李驾驶，爹爹他是真心喜爱此物，也想增强家中护卫的实力，您就帮帮忙嘛。螺纹钢我仓库里堆得跟小山似的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卖他10根无妨，既能得巨款，又能进一步拉近与刘家关系。见好就收。也罢，既然刘老爷如此有诚意，美玉小姐又亲自说情，李某便忍痛割爱，授予刘老爷10根。速去账房取2000两的汇通钱庄银票来，要见票即兑的那种。少爷，银票。刘老爷爽快，明日此时我会让人将10根螺纹钢送至贵府门外。刘老爷，美玉小姐，今日叨扰已久，李某还有些俗务，就先告辞了。壮士慢走，玉儿，代为父送送李壮士。主公，此钢当真绝世神兵，若以此钢打造枪头、刀剑，必是神兵利器。若用于铠甲关键部位，防护力可增数倍。立刻召集全城所有能工巧匠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给我研究仿制。我要在最短时间内看到我们自己的螺纹钢。天啊，夫君，这是多少？2000两！我这辈子见过的银子加起来，也没有一张纸多。哼，这有什么？我爹还在世，我还是知府千金的时候，经手过的银票都是几万两起步的。不过，夫君能在这么短时间赚到这么多，也确实挺厉害的。这才只是开始，以后咱们家金山银山都不在话下。夫君，这太贵重了，我得找个最稳妥的地方收好。藏在哪里好呢？床底下、柜子顶，还是要不我缝在枕头里？不用那么紧张，玉儿，咱们家现在固若金汤，贼偷不走，你就安心收在你觉得方便的地方就行。夫君放心，玉儿一定把钱保管好，绝不乱花一文，这是咱们家的根基呢。如果不是系统带我回古代，我现在还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失败者，哪里能过这千娇百媚的生活？夫君，昨日村长找过我，说村里闹了饥荒，饿死了好多村民，他想管咱们家借点粮食赈济灾民。玉儿不敢擅自做主，必须请示夫君。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，灾年粮食比黄金还要金贵，万一把粮食给他们，咱们饿肚子了怎么办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坐吃山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需要想一个让村民都能自食其力的方法才行。说得对，确实得好好想一下。古代崛起系统发布任务，带领大牛村至少3个人致富，奖励超级大棚1座。超级大棚内有10亩田地，无论种植什么，都会在10天之后成熟。可以啊，这系统任务来得太是时候了。10天一成熟的话，就再也不缺粮食了。毕竟在这个能饿死人的时代，有了粮食就等于拥有了军权。正好今天的西瓜成熟了，直接从村子里找3个人收西瓜，让他们去卖不就行了吗？那个夫君，今晚在谁的房间歇息？当然是要在我房间里睡啦。妾身今日刚从街市淘来的画本上学了几招新花样，想请夫君指点指点。玉姐姐、苏青姐，今晚夫君就借我啦，明天还你们。青妹妹，你的性格本就清冷，再不争宠，很难得到夫君宠爱的。难得上天垂明，赐予了我们一个怜香惜玉的项目，你可一定要抓住了，千万别放手。我下次一定努力。
那个画本什么的，我瞎说的，就是想让你多陪陪我。我知道，我的婉儿吃醋了是不是？才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夫君对玉姐姐最好，苏青姐又总是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，就我，好像除了以前那点家事，什么都不会，还老是闹脾气。谁说你什么都不会？你会识字算账，会管家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的婉儿最鲜活，最可爱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想要什么就自己来争，这多好。真的？夫君不觉得我任性？有点任性，但无伤大雅。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。夫君，我下午真的看画本了，是我以前藏起来带过来的《金瓶梅》，我想跟你一起学习一下。《金瓶梅》，这林婉这小丫头，以前不愧是大小姐，闺中读物都这么高雅。学习好啊，我最爱学习了，让夫君来好好给你上上课。玉儿，今天早上怎么都是这些菜？韭菜、羊腰，还有这黑乎乎的是什么？昨夜相公在婉妹妹房里那般操劳，自然是要好好补一下身子的。我身体好着呢，哪里需要大早上就补这个？夫君昨夜折腾了婉儿妹妹3回，当然要好生补一补了。什么3回？明明是6回。村长，在家吗？李大兄弟，您太客气了，有啥事您尽管吩咐，只要我老王能办的，绝不含糊。也不是啥难事儿，你把村里人都喊过来，就说我有个发财的路子，想带着大伙一起干。发财的路子，李大兄弟，这发财的路子靠谱不？大伙日子过得紧，可经不起折腾啊。你只管召集人，靠不靠谱？等大伙来了，我自然会说。要是最后谁没赚到钱，我赔他损失。成，我这就去。老少爷们都出来喽！李大兄弟有要事宣布，关乎大伙发财的事儿，晚了可就没机会了。老王，到底啥事儿啊？正主在这里，李大，你有什么赚钱的法子，说出来吧。各位，大家都是乡亲，有钱当然要一起赚。现在我这里有一种能卖钱的好东西。我一个人卖没什么意思，所以我想带着大家一起卖。有人想要加入？你个杀千刀的，还敢提一起赚钱？我儿子王虎被你打断2条腿，现在瘫在家里连饭都吃不上，你还有脸在这装好人？可不是嘛，李大，你可别忽悠咱们老实人。我看你就是想骗咱们帮你干活，到时候卖了钱，你自己揣腰包，咱们连汤都喝不上。我警告你，李大，别在村里耍花样！我儿子的仇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你要是敢坑害乡亲，我就是拼了老命，也要去县衙告你。随你们怎么说，我不在乎。你们若是信我，便可以跟着我去赚大钱；若是不信我，那我也没办法。现在有谁愿意跟我去赚钱？我可以吗？李大，你看我行不？不过我事先说好，我可没钱，我只出力不出钱。没钱也可以，因为跟着我，你马上就会赚到钱。好瘸子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走路都得靠拐杖撑着，还想跟着赚钱？别到时候钱没有赚到，自己先摔个狗啃泥，还得让人家抬。哎呦，好瘸子，你可别逗了，你穷的连裤子都快穿不上了。李大要是真有好路子，能轮得到你这号人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跟着混口饭吃，别到时候饭没混到，再把仅有的拐杖给弄丢了。我能扛活，我虽然腿不好，但力气还是有的。王健，张大婶，说话别这么难听。好瘸子愿意出力，就是真心想跟着做事，凭什么被你们这么嘲笑？我嘲笑他怎么了？
他本来就是个没用的瘸子，你想帮他，难不成你这发财路子就是让他去丢人现眼？丢人现眼的不是他，是你们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，不出3天，好瘸子就会成为村子里最富有的人之一。这李大是穷疯了吧？还敢说好瘸子能变富？我看他是把咱们当傻子耍。好瘸子，听见没？3天后你要是富了，记得请大伙吃肉啊！还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干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不用你们出钱，只管出力。我愿意，李大兄弟，我能跟着你干吗？我力气不大，但让我能记账，还能干些力气活，只求能多赚点钱给娃买口吃的。王寡妇，你是不是也想钱想疯了？跟着他干，小心钱没赚到，还被人说闲话，到时候你家娃都抬不起头。我不怕闲话，只要能赚钱养娃，我什么苦都能吃。俺也愿意。李大王，当年你爹娘帮过俺，俺信你。俺虽然年纪大了，但也有一把力气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带着俺一起干。张老帅，你都快进棺材了，还想着赚钱？小心钱没赚到，先把老命搭进去，到时候连个送梦的人都没有。俺身子骨还硬朗，不怕折腾。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谁后悔谁是孙子。到了。哦，在这儿呢。来，吃西瓜。哎，哦，甜，太甜了！这叫西瓜，比蜂蜜还甜。这西瓜太好吃了，李大兄弟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啊！老哥哥活了快70年，也没见过这么好的果子。那你们觉得，一个西瓜切成10块的话，1块可以卖多少钱？1文钱。物以稀为贵，这西瓜全天下只有我有，1文钱怕是太便宜了吧？这1块瓜最起码也要卖5文钱，1块瓜就卖5文钱，那一个西瓜岂不是可以卖50文？这谁吃得起？不管是在哪个国家，95%的财富都被那5%的人牢牢掌控着。 5文钱你们觉得贵，但有些人却不觉得贵。5文钱1块的西瓜，不仅不愁卖，反而还会越卖越火，越卖越贵。这西瓜随便你们卖多少钱，但是你们要从我这里进货的话，一个瓜30文，我保证我的瓜只卖给你们3个。至于你们3个卖给谁，在外面卖多少钱，那我管不着。李大，俺们没钱。没关系，可以欠账。这里有30个西瓜，你们1人10个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每个人都欠我300文钱。现在我就陪着你们到市场上把瓜给卖了，等瓜卖掉之后，你们再把钱还给我，赔了算我的，瓜你们还回来就是。那就多谢李大兄弟了。饭桶，全他妈是饭桶！老子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连个人都查不出来。老子在县里混了10几年，从来没受过这种辱，让人摁着头扇耳光，钱还被抢了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我陈天还怎么在衙门立足？头儿，真不是弟兄们不上心，实在是找不到啊。头儿，县衙大门外头来了几个推车卖瓜的乡巴佬，一个瓜敢卖50文，赚得盆满钵满，围着买的全是有钱的主。50文一个，这倒是个人才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好家伙，跟老子捞外快去！今儿不把这群卖瓜的底裤炸出来，老子这陈子倒过来写。实在是对不住了，今天的西瓜已经卖没了。这就没了，真是可惜。刚刚我尝了一口，真是鲜甜。是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水果。对啊，老板，明天要是还来的话，可得多带些西瓜。一定，一定。李大兄弟，您点一下，一共卖了1500文。咱们之前说好了，西瓜我卖30文一个，所以这900文是我的本金，这600文是你们赚到的利润。李大兄弟，俺好瘸子这辈子没受过人待见，谁都嫌俺是废人，只有你不嫌弃俺，还带着俺赚钱。李大兄弟，你是俺和娃的救命恩人，俺这辈子都记着你的好。既然你们选择相信我，那我就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我要让你们成为大牛村里除了我最富的人。站住！听说县衙门口有个卖瓜的，没少挣银子啊，不知道主动上交税银吗？好啊，原来是你小子！陈捕头，好巧啊，想吃瓜啊？不好意思，卖没了。哼，
上次你有帮手，让你侥幸逃脱，我看这次还有谁帮你？你殴打捕头，并且抗捕，还偷税漏税，先跟我进大牢一趟吧。这位官爷，我们知错了，这是我们今天卖瓜得来的钱，全都孝敬给您，求您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哼，想让我放了你们也不是不可以。以后在这里卖瓜，所得利润要分我50%，有我这个捕头罩着，自然没人敢找你们的麻烦。怎么样？这不是古代版的收保护费吗？什么都不做就想挣50%的钱，这陈天的脸也太大了。古代崛起系统发布任务，根据宿主不同的选择而获得不同的奖励。选择1，同意陈天的条件，获得中心的猛犬10条，成年版高加索。中心的成年高加索，战斗力很猛啊！若是给高加索戴上防狼项圈，甚至可以单挑灰狼的存在。选择2，拒绝陈天的要求，获得战驴10头，无论是速度还是耐力都比战马更好的驴，名为战驴。这战驴不仅拥有战马的速度，并且还拥有驴的耐力。若是给自己家那10位武士骑上，再手持螺纹钢，那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选择3，暴揍陈天，获得超级大种猪1头，被超级大种猪骑过的母猪，1天下载，2天出栏，最多可骑1头母猪。最让我心动的其实是超级大种猪，1头大种猪可以配1头母猪，1天就可以下载，2天就可以出栏，这出栏速度无敌啊！不管了，先揍他丫的！喂，考虑好了没？这钱你们到底是交还是不交？给我砍死他！喂，考虑好了没？这钱你们到底是交还是不交？给我砍死他！刘家令牌在此，我看你们谁敢对我动刀！什么？他怎么会有刘家的令牌？老大，刘家可是咱们招惹不起的存在，怎么办？别动刀，给我用拳头狠狠揍这小子一顿！来得好，正好试试我这顶级格斗技能。我的老天爷啊！李大这么能打，还这么霸道。李大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没见他学过功夫啊。现在还想收我50%的保护费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嚣张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是县衙门口！快来人啊！有人在县衙门口打捕快了！快来人啊！放肆！大胆刁民，敢在衙门门口闹事，活腻了吗？周大人，你可算来了！这李大无法无天，我们按规矩向他征收瓜的税款，他不仅1分钱不肯交，还动手殴打捕快，辱骂朝廷命官。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刁民，竟敢抗税殴官，辱骂上官！来人，把这刁民绑了，连同他身边这3个同伙一起带回县衙大牢，严加审问。把这刁民绑了，连同他身边这3个同伙一起带回县衙大牢，严加审问。李大兄弟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李大呀，李大，刚才不是挺能打的吗？不是敢踹我，敢断捕快的胳膊吗？现在县城大人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狂！等你进了大牢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让你尝尝鞭子抽烙铁烫的滋味，看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。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，跟我陈天作对，下场有多惨。放心，我不会进大牢，反而是你会被好好教训一番。哼，吹牛吧你就！我倒是想要看看你是如何教训我的。以后想要到县城里卖瓜，少不了和这些衙门的人打交道。正好这周文盘还是个大官，这张忠诚卡用在他身上，倒也不算是浪费。周大人，这李大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刁民，您放心，等把他关进大牢，小的一定好好审问，让他知道冒犯您和衙门的下场。李大先生，刚才是下官糊涂，误信了小人谗言，多有冒犯，还望您海涵。周大人，您说什么呢？他是刁民啊，您怎么叫他先生？住口！你个满嘴谎言的东西！刚才你说李大先生抗税殴官，可本官看分明是你想借机勒索，被拒绝后恼羞成怒，纵容捕快动手伤人，敢在我面前颠倒黑白，是不是当衙门的律法是摆设？不是的，周大人，
您刚才还说要抓他的，是他打了捕快，还骂您是蛀虫啊！您怎么放肆！李大先生乃品行端正之人，怎会说出那般无礼之言？分明是你为了报复，故意编造谎言污蔑。刚才你抱着本官的官袍哭闹，还敢挑拨本官与李大先生的关系，按律当杖责30，再加诬告良民之罪，关入大牢思过。怎么，本官的话不管用了？周大人，您疯了吗？我是陈天啊，我们是朋友啊，你怎么帮他不帮我？本官只认律法，不认私情。你平日在县城里勒索百姓，欺压良善，本官早就有所耳闻，只是一直没证据。今日你当众勒索李大先生，还诬告陷害，证据确凿，休要再辩。李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让县城大人放我一马吧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李爷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子。县城大人秉公执法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能劝得动县城大人？我看你还是乖乖进大牢里面反思去吧。你放开我！李大先生，下官的处置您感觉怎样？还行，不错。既然先生满意，那下官暂且告退。我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。俺也一样。致富任务完成，奖励超级大棚1座；暴揍陈天任务完成，奖励超级大种猪1头。夫君，这又是什么新奇玩意儿？中间还竖着根管子，底下烧着炭，是红炭，是把炉子和锅做在一起了吗？好香。可是这汤看起来红彤彤的，辣吗？食材皆是生的，要在此锅中煮熟。此等吃法，倒从未见过。这叫火锅，汤底是特制的，想吃什么就用筷子夹着，放到这滚汤里涮一涮，熟了就能吃。再蘸着这些调料，味道绝了。好嫩，好鲜，这味道又辣又香，太过瘾了。果然鲜美，汤汁的味道都煮进菜里了。夫君，这法子真好，大家围坐一锅，暖和又热闹。食材本味得以保留，又兼具汤底之醇厚，调料之复合，简便却颇有意趣。那可不，喜欢就多吃点。这羊肉卷、牛肉卷管够，还有这虾滑、毛肚都是好东西。今日午后，听村口张婶说起，王虎一家连夜搬走了。张婶说，隐约听到他们提起黑风寨，那是西边50里外一处山匪的老巢，据说聚集了上百亡命之徒。山匪？王虎他们家投靠山匪去了？恐是如此。他们与夫君结怨已深，此番离去未必甘心。黑风寨若是知其与我家的恩怨，或会借此生事。夫君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山匪人多势众，又凶残成性。黑风寨听名字就不像什么好地方。他们要是老老实实在山里待着，我也懒得理他们。可要是听了王虎的挑唆，敢把主意打到咱们家头上，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，来一个灭一个，来一窝断一窝。夫君霸气，山匪算什么？夫君有天神相助，还有那么多厉害的家将，肯定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夫君心中有数便好，只是平日还需多加小心。婉儿妹妹，夫君今日在外奔波，又应付了衙门之事，定然累了，不如让夫君早些歇息。夫君，热水已经备好了，不如我陪你去沐浴解乏。他昨日在婉儿处，前日在玉儿处，按序今夜该在我处。苏青姐，你怎么也……这难道就是幸福的烦恼？系统啊系统，你这好感度任务是不是完成的太好了点儿？按理说为夫应该雨露均沾才对，但是呢，为夫今天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所以嘛，今晚你们要自己睡了。老爷，您来了。辛苦了，这大棚里真是另一番天地啊！托老爷的福，这仙崖宝地实在是神奇。老汉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快的庄稼。好，按照这个速度，明天就能再摘一批。除了供应刘府，咱们自家吃，还能让好瘸子他们继续卖。老爷放心，老汉日夜看着，绝无不了事。这家伙倒是会享福。老爷，这猪也神了。
他饭量不大，但长得快，脾气也温顺。按您吩咐，单独照看着。等他适应好了，就得开始工作了。到时候让村里的母猪都怀上崽，咱们大牛村就不缺肉吃了。超级大棚保证蔬菜粮食，超级种猪保证肉食。这古代的农业基础算是被我开挂开出来了。接下来就是怎么把这些优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势力和人心了。小人王建携犬子王虎拜见黑风寨赵寨主。哦，你投奔我黑风寨，可有投名状？有，当然有。寨主，我们村里有个贼有钱的富户，富得流油。富？有多富？寨主有所不知，这李大不知从哪儿发了一笔横财，前阵子还穷得讨饭，转眼就盖起了比县城老爷家还气派结实的宅院。他还有独门买卖，一种叫西瓜的鲜果。小人亲耳听他说，跟县里刘府也有大买卖，一根铁棍就卖了2000两银子。2000两，一根铁棍，此话当真？小人敢以性命担保。寨主若是拿下李大，财宝、神兵、美人可就全归您了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一个突然暴富的泥腿子，手里有好东西，还有俏娘们儿，听起来是块肥肉。去，叫穿山鼠过来，让他带2个机灵的，明天一早带人去把李大家的钱和娘们都给我带回来。是，寨主。黑风寨出手，李大这次肯定完了。爹，还得是您啊，能想出借刀杀人这种绝招。李大兄弟，这是今儿个卖瓜的钱，按您定的价，30文一个的本金，一共3000文，您请点下。俺好瘸子这辈子头一回一天挣这么多钱，村里那些瞧不起俺的，今天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李大娃，你真是咱们的活菩萨呀！有了这钱，俺家那生病的老伴儿就能抓药了，娃们也能吃上几顿饱饭了。跟着我，以后这样的日子只会多，不会少。西瓜只是开始，后面还有大棚里的新鲜菜，还有肉。只要你们肯干听话，我保管你们家家都能盖上新房，顿顿有肉，娃们能上学堂。李大兄弟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一辈子记着。快起来，咱们不洗这个，以后好好干活，把日子过红火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夫君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村外来了一伙山贼，好多人骑着马，拿着刀，正在村子里烧杀劫掠。我看见他们撞开老孙头的门，把粮食都抢了，还打人。多少人？从哪个方向来的？人很多，乱哄哄的，起码有20-30个，从西边村口进来的。现在怕是往村子中间去了，哭唤声到处都是。你们也进屋，把门锁好。青儿，你看着他们。夫君，让我同去，我会射箭，也会骑马，能帮你退敌。不行，外面是成伙的亡命山贼，不是儿戏。你留在家里，保护好玉儿和婉儿，锁好门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都别出来。大傻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，有客上门了。走。青妹妹，快，我们进去。你们先进去，锁好门，我随后就来。苏青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有分寸，不会正面冲突。你们锁好门，我去看看，或许能帮上点忙。抢！给老子抢光！粮食、钱财、女人，一样都不许落下！寨主说了，这村里有头肥羊，姓李的，找到他家，重重有赏。
哪来的杂碎，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？哟呵，还有敢出头的？你他妈谁呀？老子就是你要找的李大。你就是李大，哈哈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小子，识相的把钱财和女人交出来，鼠爷我给你个痛快，不然老子把你剁碎了喂狗。就凭你们这几块料，兄弟们，教教他们做人。欺负人，打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这什么棍子，这么硬？左边2个，包抄，大傻，右边那个想跑的拦住。嘿嘿，跑不了。鼠爷，打不过，这些家伙不是人，棍子太邪门了！妈的，擒贼先擒王，弓箭手，给老子射那个领头的！夫君小心！晴儿，你怎么？有冷箭，小心！放箭！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！好一个黑风寨，暗箭伤人！今天一个都别想跑！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，全给我撂倒！快撤，快撤！不去禀报寨主！大哥，追不追？穷寇莫追，先把村子稳下来。把这些杂碎捆了，问问口供。是。你的弹弓打得真准，刚才多谢。夫君无事便好。我说过，我能帮忙。黑风寨是群杀人不眨眼的阎王，他们今天吃了亏，以他们睚眦必报的性子，日后必定会倾巢而来，寻仇报复啊！都怪你，李大！要不是你突然发了横财，黑风寨怎么会盯上咱们这穷乡僻壤？就是，以前咱们村穷是穷，可也没招来过山匪。你李大倒是风光了，有钱有女人，把祸害引到村里来了。土匪来时，你躲在家里瑟瑟发抖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土匪被我和我的兄弟打跑了，你倒有胆子跳出来指责我？村长，慌没有用，黑风寨想来咱们挡不住，但咱们可以让他们来了，就再也回不去。只要参加护卫队，我管1日3餐，而且每天10文钱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操练时拼命练，土匪来时敢拼命。李大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再说，谁来教他们操练？咱们村可没出过军官教头，咱们怎么挡？村里都是种地的庄稼汉，哪打得过那些刀口舔血的亡命徒啊？打不过就练到能打过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在村里组建护卫队，凡16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男丁必须参加操练。这训练教头的人选确实是个问题。我那10位兄弟打架倒是再好，可队列阵型、日常操练并非他们所专精。系统里能不能直接兑换个教官？我来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20、30号人被人家10几个人打得哭爹叫娘，还有脸回来？来人！寨主，小的早就说过，那李大身怀巨富，奇货可居。您看他那些手下，那兵器哪是普通庄户能有的？下次寨主您亲自出马，定能一举踏平李家。金银美人尽是寨主囊中之物。寨主，那李大不过仗着些奇技乱尾，只要寨主大军一到，任他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得跪地求饶。敢伤我黑风寨的人，抢老子看上的肥肉，传令下去，各山头楼落点旗，明日杀猪宰羊，犒赏弟兄。7日后，老子亲自带队倾寨而出，踏平大牛村，活捉李大。肃静，从今日起，你们便是大牛村护卫队的一员。护卫队第1条规矩，军令如山，明白吗？不是让我们当护卫队吗？怎么弄得跟充军一样？1月给你们500文，还管你们吃饱饭，还有肉和蛋吃，自然不是简单的立功那么简单。怎么，你们有谁不乐意干？不乐意干就站出来，我们李家不缺人。刺要快要准，立贯棍尖，目标咽喉心口，不是让你们挠痒望。青儿他还真有2把刷子，这架势，这口令，
比我军训时的教官还像那么回事。夫君是想问我为什么会练兵是吧？其实我不叫苏青，我的本名叫苏文凤。苏文凤，我爹曾是天朝远征大将军，我从小随父亲征战四方。可那狗皇帝听信宦官谗言，认定我爹有谋反之心，我的家人都被皇帝下狱车裂而死，只有我，由于我女扮男装混迹军队之中，没人知道我是我爹的女儿，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但狗皇帝知道我爹还有一个女儿还没被抓住，便下了通缉令，全天下通缉我苏文凤。无奈之下，我化名苏青，来到了这小小的青县，嫁入了当地一普通百姓家。可惜我那位夫君命也是苦，第一天刚刚成婚，还未洞房，心疼我没肉吃，便上山去打猎，却把命搭了下去。先擦擦，在我身边不必忍着。我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藏着，守着个假名字过下去，没想到会遇到我，还得把这些事说出来，是吗？你爹是忠臣，遭了冤屈，总有一天会昭雪。至于那狗皇帝，若他真昏庸到容不下忠臣，那这天下就该有更值得托付的人。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谋反之言，你竟敢！这天下他狗皇帝能做的，我为何不能？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你信我？我没看错你，你看似在村卖米卖肉，实则在攒人手练力气，连县城都要敬你3分。你心里藏的从来不是安稳度日4个字，若是日后安顿，我便帮你守着这大牛村，护着李家的米肉生意，让你安安稳稳赚银子。可若是天下不安，或是那狗皇帝的人找来，你若有野心争一争，我便帮你点兵练兵，带你麾下的人杀回京城。不仅要为我苏家平反，还要让那昏君知道，忠臣的血不是白流的。苏青，谢谢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等。眼下先把兵练好，把李家的根基扎稳。日后不管是平反还是做更大的事，我都带着你，绝不会让你再一个人扛。我已经摸透了苏青的底细，今天夜里似乎可以圆房了。继续。人有了，武器也有了，可总觉得少点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？甲胄。在古代带兵打仗，怎么能没有甲胄呢？天朝有禁令，私从甲胄，抓住就直接处死，不会有哪一家打铁店敢给你打假哨的。谁规定甲胄就一定是铁的了？不用铁做甲胄，那用什么？这玩意儿是藤条做的，真的能防身，有股奇怪的味道，该不会是用桐油泡过的吧？你拿刀砍我，这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制作的藤甲，刀枪不入，别说你这把小小的砍刀了，哪怕是关二爷的大刀来，也砍不穿这层甲。夫君，你可别犯傻，这么危险的事情，用假人一样能测试效果的。放心好了，我对自己的藤艺衣有绝对信心。好，砍就砍！我你妈！你傻呀！我让你往身上砍，你往脑袋上砍个鸡毛！你光说让俺砍，也没说往哪里砍嘛。砍胸甲，用点劲儿！这藤甲也太神了，钢刀都砍不破，真厉害啊！把这10套藤甲分给10表现最好的村民穿上。大傻，你去找我的3老婆林婉，让她明天卖粮卖肉的时候，在门口贴一则告示：李家高价收购青藤，1米1文钱。我要在这个时代打造最强的藤甲军。主公，刚收到西边传来的确切消息，黑风寨赵黑虎已下令集结全部人马，杀猪宰羊，犒赏全寨。看样子7日后便要倾巢而出。目标：大牛村一个叫李大的村民，据线报，黑风寨前哨20-30人今日折在了李大手里。赵黑虎这是要报复，更是要夺李大手中的奇货。黑风寨这帮亡命徒盘踞西山多年，背后无非就是依仗着兵部周侍郎的相助。他在朝中遮掩，暗中输送钱粮军械，把他们当作一把清除异己敛财的黑刀。此事你我心知肚明。主公明鉴，黑风寨
形势很辣，睚眦必报。我们若此时插手，恐引火烧身。可惜了，那李大胆识过人，手下奇人亦是颇多，手中更有罗文刚这等闻所未闻之物。若能为我所用，必是一大助力。此番黑风寨轻力一击，他纵然有些本事，怕是也在劫难逃了。他手里那些好东西，尤其是那罗文刚的锻造之法，看来是要随他一起埋没了。黑风寨倾巢而出，李大不行，他救过我的命，他不能死。李壮士，李大，开门，快开门！李壮士，出大事了！黑风寨要倾巢来攻你！哦，消息挺快，来了多少人？什么时候？不是小股贼人，是倾巢而出。黑风寨主赵黑虎7日后便会带全部人马杀来大牛村，目标就是你。你快走吧，带上家人，连夜离开大牛村，去别处避避风头。歼灭黑风寨，奖励黑风寨所有抢劫资产白银1万两。为了这1万两银子，黑风寨对不起了。刘小姐，深夜奔波报信，李某感激不尽。不过我李大哪儿都不去，这大牛村就是我的根。黑风寨，我正等着他们呢。等着他们？你可知黑风寨有多少人马？至少上百悍匪。他们不来，我还得费心思去西山剿匪，徒耗精力。他们主动送上门来，正好一锅端了，永绝后患。你太托大了。我知道你手下能人异士多，兵器也奇特，可那是上百山匪，不是田间地头的无赖。刘小姐既然来了，不如留下看场好戏。7日后，就在这大牛村外，看我如何请君入瓮，剿了这黑风寨。你还要我留下观战？你疯了吗？那太危险了。你到底还藏着多少底牌？不多，刚好够埋下一个黑风寨。停！怎么静悄悄的？寨眼神威，定是那李大听说您亲自驾到，吓得屁滚尿流，带着家小跑了吧？不对啊，寨长，上次来还鸡飞狗跳，今天连声狗叫都听不见，太静了。东村有埋伏。赵寨主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既然来了，我看就别走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当是什么天罗地网，原来是一群不知死活的泥腿子，裹了几层破藤着就敢学人打仗。李大，你穷疯了吧？拿藤条当盔甲？寨主，您瞧他们的寒酸样。李大，本寨主看你有点本事，给你个机会，现在跪下投降，献上所有钱财、宝物和女人，再把你那铁棍的炼制法子交出来。本寨主心情好，或许能饶你一条狗命，收你当个喽啰。赵黑虎，我也给你个机会，现在下马受缚我呢，心情好，或许能给你留个全尸。狂妄小儿，找死！给我上！谁铲下李大的头队，赏银100两，女人随便挑。好大的力气！不痛不痒！这他妈是什么鬼藤甲？2印前压，攻守上弦，瞄准无甲匪土，自由射击，中阵固守，自卫阵。天哪，他们真的挡住了！那些藤甲刀剑难伤，李壮士的夫人竟如此善于指挥。那是自然，我家夫君弄出来的藤甲可是用秘法炼制过的。还有苏青姐姐，厉害吧？我夫君说了，她可是天生的将才。夫君他总是有办法的，这些山匪打不过夫君和乡亲们。快撤！临阵变阵，应对如此之快，这苏青娘子莫非真是习武出身？李大手下竟有如此人物！全体听令，降者不杀，顽抗者格杀勿论。赵寨主，现在是谁给谁留全尸？